OK，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，你只想着动你的拇指的话呢，你们是干嘛呢？没事，从这儿过来。哦，我说哪里了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首先，咖啡。OK 好，今天呢，我将会教你们一个单打套路，一个快速得分，2招到3招内就可以得分的一个单打套路。OK， 好，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这边我快快的说一下，我们这个双打防守的完整版教学，即将上架。OK， 好，这边我就大概简单的说一下，到底什么算是一个好的防守？听我来。一个好的防守就是可以得分的防守，一个好的防守就是你防过去，对手反而更加难受，而不是一直在防，越防越软。也就是说呢，他杀直线你能够很轻松的起个对角球，不管他从哪个点杀，你要抽他都可以，你要摆球都可以。好，我这边快快的示范一下给你们看。我先示范双出区这边，我们有一只起球的，然后一个摆球，就好像这个是可以得分的。那今天会看个国际球员用，然后你看他杀，即便是杀我正手，我都是用反手接球，这就是你们要学会的，因为这样子最快的。然后有一个用反手握法，在正手区这边抽个对角球，这是很快很难反应过来的。然后教你们怎么轻松的打底线，不管是直线或者是对角球。当然，也会教你们怎么配合平抽，然后做一个假动作的抽对角球。然后会教你们不管对手杀得高杀得尖，怎么去接？有些人会杀得很高，比方说这一个球，即便他杀得高，我们都是有方法打回底线。好，这个就是配合怎么去挡网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摆球。好，这个摆球呢是一个特别难反应过来的一个球，你打过去，很多人都会没反应过来。而且你看是用一个反手握法，因为反手握法的话，按理来说你比较简单是打直线，你在正手区这样子打个对角球是很难反应过来的。当然就是对抽，在对抽的时候，你的腿应该怎么站？为什么抽不同位置那个腿会变啊？有时右脚会站前面，有时左脚会站前面，这些我们都会教。当然，在学这些的过程中呢，我会教你们手上动作，不同的技术怎么做，然后空间还有节奏怎么去掌握。更重要就是我要教你们怎么做启动。好，听我说，双打的启动跟单打不一样。OK， 不管是前后启动还是平起启动，你们会觉得双打是跟单打一样跳起来往下踏2个脚，其实完完全全不是。你看上去好像是，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，你会发现到你反应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它是很不一样的方法，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打开2个腿一起落地。OK， 听我说，这不是说什么移动启动或者静态启动，不是，这是完完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启动了。这个我们会教，会了这个，不管什么球你都能够反应过来，不管什么球你都能够产生空间去发力。当然还有单数区，单数区也是一样，可以不管是起直线、起对角，然后抽球、挡网，这些我们都会学。这样子，你们不管在打双打或混双的时候呢，你们就懂得怎么去用防守去得分了，更简单，不用去费力杀球，对吧？别人杀，你懂得怎么去得分。OK， 这个呢，我尽量在5月的时候上 ，OK， 然后到时候呢，我会再做一个通知，跟一个更细节的一个通知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废话少说，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。
好，那个套路就是别人发底线，你去劈个对角球，然后跑斜线去勾个对角，基本上就可以得分了。好，如果他注意到了，他能够接到，你再去勾个对角球。OK， 比方说这样子，你看第一个是他劈个对角球，我挡了网，他上来勾个对角。OK， 基本上我没反应过来。好，说我反应过来了，他劈个对角球，我去挡网，我注意他勾球，他勾了，我去接，他再勾个对角球。一般人就会退球，因为我站往前，一般人都会退球。但是如果你做个勾球，更加难接。OK， 好，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知道你们有4个问题要问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教练，你又知道我用这一招他会接不到，你又知道我劈个对角球，我上来勾球他就接不到，而且即便是他接到了，你又知道我再勾个对角球他会接不到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教练，你又知道我劈了对角球，他会挡个直线让我跑斜线去勾球，你又知道他不会挡对角，你又知道他不会挑球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挡直线呢？啊，第3个问题就是最多人会问的，教练，我也知道了，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转球套路，但是我劈了，抢不了那么高点。你又知道我能够抢那么高点，万一我劈了他挡我接不到呢？反而是我被动呢？好，我先跟你说，他是有方法的。OK，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打完了并一步等他打，没有，他是有方法的。OK， 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劈掉完后呢，上去是勾球而不是推球？因为他站往前呢，为什么我不推球呢？我推球不是更加好吗？为什么要勾球呢？好，通常都是这4个问题别人会问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回答，为什么这是一个那么好的转身球单打套路。第一个，我先跟你们解释为什么你劈了球，对手会挡个直线，而不是勾球或挑球。OK， 是这样子的啊。如果只要你学过劈掉啊，有一点隐蔽性，就是我们学这种正常劈掉，都不用说劈得很好，正常一个劈掉，你可以劈到这边就行了，往下，差不多这样子往下到这边，到这个范围就行了。OK， 基本上你可以劈这个球的话，大部分人接球的时候一定是，因为我发完球后，我要顾他打平高吗？你一劈掉，只要过网不是那么高过网，到这边没有那么高，到这边已经开始往下了。这个人接球一定是这样子接的，一定是往下看的。好，当我在往下看的时候呢，我不会挑球，不会去挑球的。为什么？你看我发球啊，比方说我发完球，他去劈，他劈完后我这样子接 ，OK， 我不懂他在哪里，我看不到他。你觉得我会挑吗？因为如果我在这边我真的挑的话，他就直接退了。而且再来，我发完球后，他劈我在这边 ，OK， 我不懂他到底跑了多少，他可能才刚进一步而已，对吧？大部分人劈掉然后就会进一步。那我这个时候我挑又远又难受又接不上力，真的给我挑了，我刚挑他就动了，我刚抬头他杀对角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因为我看不到他，我只可以看到球，对吧？那大部分人呢，即便是国际拳，他们都会选择挡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发完球后，他劈我这么碰，你看到吗？他离往前还有2步，那正好我碰了他跑，我正好可以回1步，他再打，我就已经回到中间了。他打哪里我都可以接到。也就是说呢，只要别人劈掉，我这样子往下看，或者是只要是尖的球我去接的话，我们大部分人不会起球的，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，我们会宁愿挡网。这样，即便你冲得再快的话，我都会觉得 OK， 至少你还有2步才可以碰到球，懂吧？那我至少还有起来的时间，再退1步，再启动，你再打，我就来得及了。那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了，那他就可以用这一点来对付我们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每一次我一发这个球，他只要是劈，这个球是这样子往下走的就可以了，不用说很快，只要是往下走。他知道我一定是从这边启动，这么往下看，对吧？他都不用等我打，他直接可以往前冲，因为我一定会挡网。除非啊，他劈很多次，我都这样挡网，我都被他抓得好像傻子一样，一直我那个时候我可能会硬挑，可能，但大部分人呢一定会直接挡网的。
或者是你劈的质量很差，劈得很高，这个等下我会示范给你们看。能理解吗 ？OK， 因为我们看不到地方，我们会挡网，那它就可以这样子了。我一发，一劈，它就直接往前跑了。我刚接，它已经到前面了。懂吗？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抢得快的方法。OK， 国际学院很多人都有这么做啊，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。有时你们觉得，为什么跑那么快？很多回呢，就是有用这些小小的套路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说下一个了。为什么我挡完球后呢，他勾球，我会被骗？因为一般我们这样挡了网，我们回位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是后退。因为为什么？我站这边，这个角最远的角落是哪里？就是斜线对角，对吧？就底线嘛。如果我站这边打，对吧？你想一下。我在这边接完这球，最远的点是哪里？那边。每一个人回一定是回中间的，打梦我一定会回中间，因为我们会顾这个点，一定会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一挡，我抬头，我看你这边，我一定会退的。我一退，如果你真的推我的话，就正好了。如果我来得及，我用头顶；要不然我来不及，我可以用反手，我都能够接。而且你挑的话，球在空中比较久，没有那么快落地，我有时间接。每一个人一定会注意最远的角落的。我们打球是这样子，我打完这边，我所有的注意力一定是在对角，怕我一定知道哦那边是最远，我要顾那边。我打完这边，怕我一定会最怕那个点，我们都会最怕最远的点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往那边顾。同样咯，我挡了网，我后退，我一定是这样子退的，前后这样站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要后退嘛。然后挡了网，我一定是这样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在后退的时候，你上来不推，你勾个球。所以我正好在后退的时候，你勾个球，所以这个球就特别难接。好，这边我要先说啊，这个劈掉往前跑去勾球，对吧？这个是你一定要学会这个技术。OK， 如果你说你正常站在这边勾球，没有问题，你会了。后场劈掉你会了。这样子往前跑你会了，但是连贯起来对吧？没有那么简单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从这边劈往斜线跑，再勾个对角，这个角度还有球来角度会很别扭。所以这个呢，你们跑的时候呢，你们不会往前跑。一般我们劈完掉后，我们会去哪里？一般我劈掉完后，我一定会往前跑。但是如果我要勾球，我不可以往前跑，因为它挡网会往这边挡。它就会在外面，我会勾不到球。为什么很多人勾不掉？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退直线？因为它在外面。所以我们劈掉，我们要直接勾球对吧？我们不会往前跑，我会往外跑。我一劈完后，我一落地我就直接往前冲，我不用等了。OK， 因为我知道我的劈掉，我学过，我不用说劈得很快，只要不是很离谱那种很高的劈掉，比方说这样子。只要我是这样劈，正常劈掉，我跑，我一定是往这边跑，这个角落跑。那你挡来，你挡过网的时候都在我身前面，我就很好，很容易勾。OK， 好，这些呢你们要学对吧？这个手上技术怎么做，劈掉怎么做。OK， 劈掉也不用很快，只需要有点隐蔽性就行了。这个动作呢，要好像打高远球直线或者是杀直线，这动作要很快，同时要好像打直线。来，这些你们去看吊球的完整版、步伐的完整版，还有往前技术的完整版，这些都有很仔细的教，怎么劈得快，怎么劈得有隐蔽性，怎么跑得快，怎么最合理的启动，怎么加速，怎么跨得远啊，勾球怎么勾得很好，这些我们都有教，你们去看好吗？这个套路呢，就是你们会的技术，你们就可以学这些套路。OK， 所以呢，我再重复一下啊，你对手发了球，你一劈，你对手是这样子往下看，不是往上看，是往下看的话，你直接往前跑，挡了网，过网你直接勾他，因为他将会是后退，因为他要顾那个点，肯定接不到。好，
唯一的方法他能接是什么？劈掉，挡了网，我不后退，我挡了网，我往中间这样子走，你够我能接到。但是这个很危险啊！如果我对手知道的话，我挡了网，我这样子，他推个直线就没了。你们从这角度看啊，发球他劈掉，我接完球后，我这样子往这边并啊，这样子啊，他勾球我一定能接到了。被动一点，但是我能接到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挡了网，我不这么推，我挡了网，我这样子，他推就很难受啊，真的是没了啊。很难解的、啊、，OK， 所以你就看他到底有没有学过这个套路啊？劈完他到底习不习惯看你往哪里跑，他就推你就。好，你可能说，哎，到底我要怎么知道呢？很简单，第一个，你劈完后，你只要劈一个好球，你往前跑勾的话，他还能接到啊，那就是他应该是往中间并了。可以比方说这个视频，这个是我的学生啊，高瑞他在打一个比赛，他就用了这个，但是你发现到他对手都能接到吧？为什么他能接到？你看他是怎么回位的。所以按理来说呢，他应该是直接推个直线，对吧？你看他这么站的话，我如果再推个直线的话，他完完全是一个转身球，而且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弧度，180度的一个转身球，所以就很难接。OK， 你看第二个球来了，他劈了，他上去，他的对手还是做回一样的动作，但是他去往前，他做了一个推对角，而他对手其实很容易接到。其实这个球他应该要知道，他推个直线就是一个很难打的一个转身球了。所以呢，发了球，劈，他这么接，他知道你要勾，他往这边跑，你勾了他，他去底线这样接的话，按理来说，这个时候你要干嘛？每一个人会后推这边，因为我觉得我挡了，我接了2个被动球，我觉得你应该会推我后面了。大部分人一定会往后退了，一定会这样子退，要不然被动我们都会这样转身啊。这个在我们的步伐完整版有教，为什么时候我们挡完会这样子，什么时候我们挡完我们会这么退，我们有教，好吗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勾一个必死，因为什么我要顾那边呢？再勾一个，哇，很难做。当然，他要能够做劈斜线勾，再往斜线再勾啊，这个他的技术要好啦。OK， 他的空间要掌握好就对了，这些我们都有教过啊，好吧？所以呢，你就很简单，你劈一个好球，直接往前冲，勾一个，然后赶紧回中。他如果在挡网上，别去推他。OK， 来，这手接对吧？我上来，我一勾他，他去接。他接完这一拍呢，一般人会觉得哦后面是空的，你会想要上来推他吗？你别推他，接，冲上来，他在后退，你直接勾回他，他很难受的。那你可能问我，那如果我是他怎么接呢？同样的，你打完球后，你知道你对手会勾球对吧？怎么回？我勾了球，他去接。第一个，他不会这么退，他不会这么退，他这么退他一定接不到。为了要接到这个球，我勾了这个球，他接完后他会怎么退？他会这样子退，他会平这样站，因为他会等我勾球，我一勾，他就正好可以跑那边去了，懂吗？那同样的，如果他这么站呢？他接完这球，他这么站，我怎样？我不勾他，我推他，他就在转身了。能理解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其实呢，没有到那么复杂。OK， 我在讲的就是哦，万一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用的话，只是想到这一点，把劈掉做好就行了。一劈，我们学过了吗？这隐蔽性劈球对吧？不用什么看那边站好，这样直接突然间劈，直接去那边，别人看不到，别人以为你打直线吗？对吧？劈完后直接往前跑，他挡了，应该是很难接。他真的接到的话，你不知道干嘛对吧？直接往前走，直接勾个球，没了，大部分就没了。真的接到的话，这个人要训练得很好。OK，就比方说他们经常训练啊，准备打这种全国比赛这种啊，他们能接到。但是即便是这样子，他们回位的方法都要对，他们都得用比较独特的回位方法。按理来说，一般不会这样推，一般会后退一点，因为要顾对角，能理解吗？所以你们看一下啊，你看我发完球他劈掉，我去接的时候我是看哪里 ？OK， 第一个你看，只要他劈是尖的啊，准备，你看到吗？我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我一定是这样接的。这个他劈的那么好，你看我可能都接不到。说我真的接到的话，
你觉得我调不了球的？我都那么难受，我都要拉那么开才能接到这球，我不会调球的，我不可能。你叫我调球，我都不可能做到，我一定会挡网的，你就可以够我了。但是如果来，什么叫不好的皮球？又高又远，也就是说我接球我不是这样子，我接球是这样子的，可以往上看的。哎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直接推你了，你都不敢跑了。OK， 我发，准备，你看劈掉，哎，这种看到吗？那么高那么远，哎，我可以直接推它。这种呢，你就完全不能往前冲了。说你劈掉不好，你没有学过的话，你不能用这一招了，因为它可以推你。但是只要你学过吊球，你可以大胆的跑，因为没有人会挑球的，能理解吗？注意一下啊，你看啊，他劈完后他会干嘛？他不会慢慢的并一步，他会一劈直接往前跑。只要他一劈，他看到他球不是高的，是下来，他直接可以往前冲了，因为我不会挑球的，能理解吗 ？OK， 准备。看到吗？他是没有过啊，但是你看到吗？我接这个多难受，不可能挑球，我这样子接了。我一接完，我第一个我会想后退，只要我学过不好，我一定会第一个先后退，要顾对角。他勾我的时候，你看正好我刚他而已，他就勾了。根本来不及，能理解吗 ？OK， 这是单打里面最好用的快速得分，就是2、3招内得分，因为我们知道对手在想什么，所以你打球啊，你如果知道对手在想什么的话呢，你知道该怎么去应用这个来对付他。OK， 那你可能问我怎么知道对手在想什么？这个呢就是经验了。OK， 你看我打球我打得多，我知道别人打这个球我在想什么，那我知道我在想什么的话，我就应用这东西来对付他。OK，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应该在想一样东西，然后我试了，哎，确实是，懂吧？所以套路就是这么做的，什么骗到对手啊、假动作啊，这些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我知道对手在想什么，我才可以去打反方向，能理解吗？